5·1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。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，编这种玩笑。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。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？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。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
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得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
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，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？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：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，